本节目由 OCAP VR 超清视频采集卡提供。如今一提到甜品卡，诸如 RTX 5060、4060、9060 XT 之流，许多人也包括了我的刻板印象，是他们的规格出奇的抠搜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有新意的设计。但是放到10多年前， NVIDIA 和 AMD 的竞争远比现在要激烈。前作视频提及到过，这一年正是 NVIDIA 推出开普勒架构，以及 AMD 推出了至今依然在部分场景发光发热的常青树 GCN 架构，这些划时代之作的一年。当然这一年，准确的说是那一段时间，其实对于硬件玩家而言，最瞩目的还是五花八门的显卡设计。在高端市场，有早期的华硕 ROG 骇客、微星闪电、七彩虹9段这样的真超旗舰，作为纯粹的炫技加顶级性能释放产物。但可能令现在玩家意想不到的是，哪怕是甜品级的显卡，也有这样超旗舰的思路下放而来的顶尖非公版。这在当下这个60甚至70级别卡都摆烂的大背景，实在难以想象。所以我这次准备了2张当年代表性的显卡，分别是 N 卡微星660 Hawk 以及 A 卡华硕 Dragon HD 7850 DCLO 2G-D5。先来看看微星660 Hawk。 14年前的微星可谓厚道至极，在定位甜品级的60卡，把堪比 N680 闪电豪华的配置下放了。不只是豪华的供电、狂飙的预热频率，更主要的是一项只是为顶尖显卡准备的为极限超频特化的设计。例如可选择切换的液氮 VBIOS， 外置滤波部分又称钢铁之心，适配在液氮干冰环境下使用的电压测量点，甚至是供电相位指示灯。热知识，在液氮 VBIOS 下，供电相位是全开的，都原封不动地加入其中，并且和闪电一样是最初适配 Afterburner 软件的显卡。散热规格方面，2根8毫米加2根6毫米热管，搭配双8厘米分散，有镀镍铜底。现在的 RTX 4060、5060绝大部分是热管之处，不知道该说是制程工艺的进步，还是终端显卡散热缩水的严重，而且还继承了闪电同款的覆盖显存供电的散热金属板设计。供电是8+2+2项供电，电源主控分别为 CHL 8318加 UP1610P， 并且是豪华铜 MOSFET 加黄金 SSC 超级固态电感，但是没有闪电那么多坦电容，改用了富士通的固态电容。核心 GK106 400A1， 显存海力士 GDDR5， 料号 H5GQ2 H24AFR 20C， 2012年前后常见的主流颗粒。因为这张卡到我手上的时候，其实状态并不是很好，主要是硅脂干涸和积灰。我在用纯类洗板水清掉表面的灰尘污垢后，为其更换了核心硅脂和显存供电导热垫。大功告成后，甜甜圈烤鸡10分钟下温度来到了80摄氏度，可以看出清理过后的温度还算正常。甜甜圈烤鸡前后的表显功耗我也放了出来，因为平台是超频后的 X581366 平台，所以待机功耗偏高。接下来看看这张华硕龙骑士 HD 7850 DCLO 2G-D5。其实龙骑士系列最初是华硕为了在显卡市场填补 ROG 和主流级的 TOP 系列之前，面向中国大陆特供的产品线，定位更类似于日用下的最佳性能释放，而非极限超频特化。显卡采用6+2+1项供电，
主控芯片是 DG 加 VRM ASP1215A， 这是早期华硕显卡上常用的一种电源 IC。 MOSFET NXP 的 7030AL、 5030AL 1/2下规格，电容是富士通以及裕邦的，电感为 SiP 合金电感。 PCB 右侧可以看到显存及 VDDCI 供电，其中2项显存供电是1/2下的 NXP 7030AL、 5030AL MOSFET。 散热规格上，它采用3根8毫米热管，而且对核心是直触的，散热片是波浪形状，并且有2根热管12次贯穿鳍片的，实际效率会更高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它的鳍片和热管接触的部分是回流焊类目了，分扇则是2个7厘米的分扇。这张显卡也有覆盖供电以及部分显存的散热片，形状看上去是为了能让吹透核心散热器的分也兼顾这些部分，只可惜上面那3颗显存好像被忽略了。核心 Pitcairn Pro 料号215 082862，显存海力士 GDDR5 料号 H5GQ2H24MFR T2C， 2012年前后常见的主流颗粒。这张显卡的状态就相对好很多，我只是简单清理了灰尘，并且更换了硅脂，导了硅脂垫。在这样试剁一番后，甜甜圈烤鸡10分钟温度来到了58摄氏度，比 GTX 660还低不少，是我没想到的。甜甜圈烤鸡前后的表写功耗我也放了出来。测试平台的配置如图所示。3D Mark 11，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 DX11 性能测试。其实在时令驱动下 HD 7850是真的显得羸弱，不论是 P 预设还是 X 预设的跑分都不及 GTX 660。当然 AMD 占未来的原意其实指的就是这种 GCN 系 A 卡会在后期驱动下性能突飞猛进，因而在最终驱动下 HD 7850确实在 P 预设下完胜了 GTX 660， X 预设也只是略逊一筹，有点近 Heaven 3.0 1080p 最高画质预设。可能是因为这个测试在画质拉满下高度强调曲面细分性能，而这一块对于那个时期灯卡恰好是专长，所以 HD 7850更新驱动前后都不敌 GTX 660。当然这或许也有 GTX 660的 TMU 数量更多的因素在内。失落的星球2 1080p 最高画质预设，这个游戏是一款相当经典的以意境为背景的第三人称射击游戏，最初是卡普空发行于 PS3 主机的，因而具有极度偏向 N 卡的优化，因而 GTX 660在时令驱动下就能有出色的表现，最终驱动更是带来了巨大的提升。不过也侧面体现出 HD 7850驱动优化的功底，当年的驱动和最终驱动下近乎2种不同显卡的表现。虽然优化老大进，也没有追赶上 GTX 660在当年的水平。当然 A 黑游戏是这样的，热血无赖 1080p 高画质预设，被誉为香港版 GTA 的经典开放世界第三人称射击游戏，因为毕竟是那个时代的游戏，所以也是相当偏向 N 卡的优化，因而 GTX 660在老驱动下的表现就能和新驱动下的 HD 7850持平，最终驱动更是一骑绝尘。但其实吧，感觉那个时代很多大型单机都是偏袒 NVIDIA 的优化，反而你说近些年大型单机游戏对 A 卡的优化倒是好了不少。地铁最后的曙光 1080p 高画质预设，高级 PCX 关闭， A 卡占未来优化最夯的一集。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是2013年才出现的游戏，所以不论是最终驱动还是时令驱动，都和 GTX 660的表现相差无几。这可能是因为我关闭了极度边单 N 卡的高级 PCX 效果的原因，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地铁系列游戏的精髓，我认为可能也和这游戏的开发商 CA Game 实际上是一家乌克兰的独立工作室有关。小工作室在技术上是更激进的，
尘埃3 1080P 极高画质预设，一款比较早就迈入 DX11 时代的赛车游戏标杆。可能是因为这个游戏是2011年的早期 DX11 游戏，所以优化完全就是一边倒的偏单 N 卡，实力驱动下强，末期驱动更是强到离谱。大 A 卡反而出现了新驱动下表现倒退的问题，老驱动反而表现还好些。测试到这里，不由得感叹，在那个 PS3 末期往 PS4、Xbox One 世代过渡的时代 ，NVIDIA 的优化极度的暴力。真正 RMBA 的 N 卡优化，不是现今依托 AI 深度学习在画面上加料得来的，而是那个主机 PC 还都被 NVIDIA 制霸的时候。PS3 上的游戏可以依托 NVIDIA 直接的技术支持，实现高效的转移再开发。回溯起来，还能从当年那个对 AMD 而言的至暗时刻，把 AMD 从中捞出，还走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。通过在游戏补机的布局，以获取更充裕的生态环境基础，最后还能搭上 AI 时代还不算末班车的晚班车的那位，还真是高瞻远瞩。下期视频，我们将测试这两款显卡在现代的游戏操作系统下的表现，看在真正的激进现代场景，两款甜品老将在当前的实力。因为我发现 HD 7850在当年游戏性能和 GX660相差不大的情况下，功耗是显著更低的，这或许能说明些什么呢？